唐医生，我们来快问快答。快问快答。听音乐会有用吗？听音乐你总是要听轻柔的音乐啊，那你如果听那个懂之的话，你只会越来越嗨这样子而已。对。调整睡姿会有用吗？只要找一个就是舒服的姿势嘛，对，可以有用。换寝具会有用吗？会，如果你就是那个枕头就是跟你没哈，就是那高度不一样的话，你换一个枕头可能就能睡觉。在睡前看不喜欢的课本会有用吗？哦，这个非常有用。像我这次要准备这个，然后我只要拿起稿子，我就睡着了这样。那球棒会有用吗？球棒就打昏了。你又失眠了吗？你有多久没好好睡一觉了呢？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，是不是我的身体出了问题了呢？或许你有睡眠障碍了，但是什么是睡眠障碍？根据医学的量表显示，失眠状态每周3次，并持续一段时间，就是睡眠出现了问题。那我们要定义这个睡眠障碍的话呢，其实我们会需要一段时间，然后反复的发生。那你可能会有入睡困难，那不然就是睡眠维持困难，你可能就是睡个1个2个小时你就醒过来。那因为这样子呢，造成你的睡眠品质不好，那睡眠时间减短这样子，那就是这样叫失眠。那我们西医上，它其实根据最新的那个 DSM-5 的，它最新的标准就是说，你的失眠状态要每周要3次。还要就持续3个月以上，那我们才会诊断说这叫做睡眠障碍。而且你的失眠，你白天起来的时候，你可能还要倦怠，然后会就是恍神啊，讲话不太清楚啊，记忆力变差这样子，然后影响到你的身心状态，那我们才会说这叫做睡眠障碍。其实我们失眠就是也会有分成几个状态啦。第一个阶段就是你要睡得着，你如果在那边翻来翻去，然后那个半个小时、1个小时、2个小时，你都睡不着。那第二个阶段，好，你可能有些人入睡了，或是他没有入睡的困难，那他再来就是会1个2个小时，或是有声音，隔壁那个就是有家人走过去啊，或是外面有猫叫声什么的，小孩哭一下他就醒过来，那就是睡眠时间就很短，很浅眠，很容易醒。那这些都已经完了之后呢，白天什么时候要起床？正常生理时钟其实5、6点啊，就是你就要起来准备要上班工作了这样子。可是有些人他3、4点，就太阳都还没有出来，你就已经起床了，这样就提早清醒，那他也睡不着觉这样子。所以在睡眠障碍或失眠的话，就可以切成这3个来看这样子。你任何一个阶段，你都好像有入睡困难、睡眠维持的困难，还要提早醒，那这样子的话，然后又影响到白天的生活状态，你就是可以说你就是有睡眠障碍，有持续一段的时间，然后反复出生，就是可以说你有睡眠障碍。那些容易失眠的人，看着别人倒头就睡，那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事情啊！而中医又是怎么看待失眠？我们中医其实很常都用阴阳这个理论来解释，不管是你的生理啊，或是你的病理的状态这样子。中医的典籍《黄帝内经》里面有说，就是阳与阴交则寐，阳不交阴则不寐。那这个就是古文嘛。那阳与阴交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很像是我们以前就会说，古人就是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。太阳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出去外面工作啊，种田啊，然后读书这样子。一切的那个思考活动、动脑都是在白天。那中医就说白天是属阳，那等到呢晚上太阳要下山了，月亮出来了，那这样就是属阴。我们就回到家，进入休息比较宁静的状态。那晚上准备睡觉。所以这个阳转到阴的过程呢，如果是很顺利的，那你晚上睡觉睡眠就是当然就会比较 OK 这样子。但如果你阳转到阴的过程没有那么顺利，那我们就是说你的阳还一直很盛，你到了晚上你还阳气很盛很亢奋。那什么叫做阳气很亢奋？就是比如说你回家，你老板还一直用赖，一直叮咚叮咚叮咚你就是还是压力很大，我要写报告啊什么的这样子。那我们的情绪就比较紧绷这样子。那这就是一个肝阳，就是肝阳久了你就会化火，你就觉得烦啊，火气大这样子。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晚上就是去跟朋友聚餐，然后你就吃了大鱼大肉什么的，你的肠胃其实就是我们会有说肠胃有这个火气，它就要努力的去消化这些不好消化的东西。那这样子这个也是一个阳亢。然后再来还有第3个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压力大或吃的太多，你就是单纯精神亢奋，就是我回家我就是要去路跑，
就还要去运动啊，那你弄得精神很亢奋，或是你就看了政论节目，它上面在骂你，下面也跟着一起骂，或是一些洒狗血的剧，或看什么《玩命关头7》那种警匪枪战片啊等等，你就是情绪会比较嗨，比较高涨，那这些都是阳比较亢，那阴相对就会不足，因为阴阳本来就是一个跷跷板嘛，就是阳亢就会比较不足这样，所以阳太亢，那你就是阳没有办法转阴的话，睡眠就会出现问题这样。常见的睡眠障碍又是怎么造成的？又该怎么对症下药？中医师这样说：因为像刚刚说我们最大宗我们说的肝郁化火，肝郁就是中医的肝，就是跟我们的情绪比较有关系，所以那种肝郁化火的病人，你就会觉得他都很暴躁，就是很烦躁易怒这样子，都一直骂你，然后会口干舌燥啊，嘴巴苦啊这样子。那我们要用疏肝解郁来帮助这个病人，我们还蛮常用到柴胡这个药物这样子，它就会让你的肝气比较顺。那你的气顺呢，其实因为这个肝气它会影响，它不是只有情绪，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像月经，然后影响你不孕，然后影响你的荷尔蒙，影响你的心情。所以你这个药物用下去，那它的就是疏肝解郁，它比较顺利的话呢，它的剩下的附加的下面的那些问题也都会比较容易解决。那这就是疏肝解郁。那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他就心火很旺，心火很旺，你晚上可能就会比较容易做梦，然后就是要入睡的时候，你就会想东想西呀，然后心火旺的人比较会长痘痘这样子，然后或是比较舌头会容易破，那小便的颜色就比较黄这样子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都会酌加一些黄连，黄连很苦，可是我们就酌加一点点，黄连就是有降心火这样子，就是你吃东西不节制的话，其实他可能也没有压力太大，他也没有什么想东想西，他就是我就是过得很开心的日子，但他就是被架。那你就是随便乱吃的话，你肠胃就会不舒服。中医会说，胃不和则卧不安。如果有时候吃得太饱，你去睡觉你也不好睡，因为它就是消化不良嘛。其实要消化、肠胃吸收、胃消化，至少也要个2个小时。那通常宵夜你也不可能嘛，要多健康的东西嘛，你不可能吃苏打饼，你一定会想要吃炸鸡，因为 Uber 这手订的一定是炸鸡或是咸酥鸡、臭豆腐这样子。所以你吃这些高热量又难消化，你晚上你要睡觉的时候，你胃还要在工作，这样子也会影响到你睡觉嘛。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时候，有是症又是药，我们只要改善他的肠胃的问题，让他肠胃蠕动比较好，然后把他那些积食消，他就可以睡觉了这样子。所以也不是一昧就是通通都，我要丢那个凝神啊，然后丢什么安神的药这样，就是你把他的问题解决了就可以了这样子。在中医治疗中，穴道按摩和针灸也是常用的方式。遇到睡不着的情形时，也许按一按医生推荐的穴位，就能让您安心入睡。那耳朵呢，我们就贴耳神门。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耳朵，其实这边都会有一个 Y， 就好像一个 Y 的形状这样子。耳神门的穴大概就是在这个 Y 的这个顶这个上角这样子，所以我们就会贴这个耳神门穴。那平常呢，如果就医师帮你贴这个耳神门穴的话，你就回去就是想到时候你就可以按，那就有帮助就是安神啊，帮助睡眠的效果这样子。这个是内关穴，然后呢就是可以按内关穴，都可以就是帮助你可以晚上宁心安神，然后睡眠。那这个嘞是手部的神门穴，那也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，就是按这个神门穴跟内关穴都是可以让你晚上安神舒眠这样。就是百会穴，还有那个百会旁边就是都旁开1寸的那个四神聪这样子。因为其实晚上睡觉睡不好的话，你白天都会注意力不集中啊，或是会晃神啊，然后发呆什么的。那针这个百会穴呢，可以让头部啊、脑部的那个血液循环比较好，然后让你精神比较好这样子，所以帮你针那个百会穴，还有四神聪穴。有的人喝了茶或咖啡，精神就会亢奋，没办法入睡。但喝了白开水又没味道，有什么样的饮品可以让人舒缓神经、平稳情绪呢？可以，就是我们其实一整天嘛，有些人他就是一定要喝个饮料，他就是一整天坐在那里说是水没有味道，我就是一定要喝个什么饮料。所以其实可以喝一些花草茶，像是比如说你可以放玫瑰花茶，它就是有疏肝解郁的效果。我们那现在不是都有很多那个喷的那个香氛，所以你也可以让你要睡觉回家，你在看书啊，或是听音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放那个薰衣草的精油，你可以擦在身上，或是你就用那个香氛，然后让你的房间里面弥漫这个味道，然后让你就是可以心比较静下来，比较安神这样。
那另外呢，其实我们也可以放百合或是茯神啊这样子的。那它这样子放这个东西呢，你就是茶就是煮一煮的话，它这个百合跟茯神都会有安神的效果。这样就是我们说的心血不足的话，其实它也会睡不着觉。那为什么就是血不足跟睡不着觉好像没有什么那么直接的关系？那因为中医的血呢，它有宁静安神，然后濡养啊营养的效果。所以你想想，就是如果一个人好像血不太够，他的脸色就是通常都比较苍白，然后你会觉得他好像都在晃神，然后很容易惊到，很容易心悸啊，然后会想太多，晚上会多梦，会晃神、失神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可以吃一些补血的。那最简单又好喝的东西，就是我们可以煮一壶桂圆红枣茶。因为女生呢，就是血对女生来说是很重要，因为每个月都还有月经嘛，然后生小孩什么的，所以血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。那我们可以喝一下桂圆红枣茶，好喝，然后这个桂圆跟红枣都有补血的效果。那血够了，你就可以比较宁心，比较安神，就好睡。武侠小说里常常有迷药对付敌人的桥段，用上一些就会让人昏迷。在中药中，真的有这么神奇的药物吗？蒙汗药，或是这些迷药啊，或是像那个华佗的那个麻沸散，其实它里面都会有曼陀罗花。他们把曼陀罗花就是拿来，然后晒干磨成粉这样子，然后拿来入药。那麻沸散可能再加一些止痛啊麻醉的药，因为曼陀罗花本身就是有这些止痛麻醉，然后它甚至还有止咳的那个效果这样。但是它就是植物就是有毒，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很清楚的拿捏，我们可能多放一点，那你就中毒了这样子。所以武侠小说演的是对，就是戏剧效果，或者它真的也是真的。可是现在中医其实不会真的放一支曼陀罗花，然后让你睡，这样你可能就根本就一睡不醒，根本就不只是帮助安神这样子。专业又忙碌的医生会失眠吗？他们又是如何帮助自己入眠呢？不会失眠，我带小孩超累，我都比小孩还要先早，还要再更早睡觉这样子。所以我有小孩之后，我都没有任何的入睡困难。但是我晚上就是会睡眠品质不好，因为我儿子就会踢我，然后或是滚过我这样子，所以入睡妈妈都很累。妈妈应该都不会有睡眠障碍，但是妈妈的睡眠品质维持就不好，你可能要帮她盖被子啊这样子。能睡场好觉，无疑对经常失眠的朋友是最大的幸福。你有什么能帮助睡眠的方法呢？请告诉我们。喜欢我们的朋友，别忘了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也别忘了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